解放军10月中旬才结束联合利剑 2024B 的演习，紧接着又来一个牛山岛实弹演习，紧逼台湾本岛。共军企图夺下台海制空制海权。面对中共怪兽级的海警船，台湾的巡防舰队如何应对挑战？安平级巡防舰康定级升级，甚至赖清德总统提出的千吨级巡防舰建造计划。如何能提升台湾的防卫能力呢？想知道台湾的最新战略部署，别错过我们的分析。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施孝伟的军武大观，我是施孝伟，请各位观众朋友每星期二的晚上8点要为我们订阅、按赞、分享、抖内开小铃铛。好，解放军10月14号进行为期1日针对性的演习，也就是联合利剑 2024B 的这个演习。他派出超过125架次的这个军机，还有34艘军舰的跟海警船，在台湾的这个外围的海域对台湾进行这个进逼，甚至大陆还派出了12000吨的2901号海警船在台湾东部海面活动。这个联合利剑2024演习显示出制空制海权的重要性。那我们台湾派出的这个巡防舰有哪些呢？其实应对共军的演习，我们中华民国海军跟海巡基本上这次是倾巢而出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大陆在台海周边活动的基建数量跟战机实在太多了。那这个时候呢，其实以我们海军这个常设的这个兵力来讲，我们海军有10艘的成功跟派里级的巡防舰，目前大约有6艘济阳级巡防舰，还有6艘的康定级。那6艘康定级之中，还有一些部分在进行性能提升。那当然，我们也有700吨级沱江与沱江的这个后继舰。那另外，其实我们也有一些少量的原先的锦江级巡防舰还在服役。但是以我们海军这样的一个兵力，现在应对解放军海军，甚至还包含有这个055大区带上辽宁号航空母舰到了台湾的这个东部海域进行演训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海军跟海巡都必须要全体出动，也就是说所有能动的船通通都要出去否则的话，基本上面对大陆的这个海上的这个舰艇来说，实在是使出了这个洪荒之力来应对。但是这13个小时呢，其实可以对台湾来说是一个压力非常大的一个操演，因为解放军在这一次的演习，它是采取一个所谓的走位式演习，也就是说，它并没有在海上真正进行实弹射击的科目，但是把它所需要进行操演的机跟舰都拉到所谓的攻击发起线上，其实离台湾本岛已经相当的近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演习结束之后大陆方面呢就迫不及待的赶快释放出大陆的舰艇或战机跟台湾这个同框的这样一个画面。当然，它这个同框画面是利用长镜头去产生这样一个压缩效应，但是也不可否认的，的确离我们的这个海域已经相当的近。那这个时候，海军的这个舰艇包含基隆级舰、济阳级巡防舰、成功级跟派里级巡防舰，还有我们的康定级也就是法国制拉法叶级的这个巡防舰，基本上能动的统统都出去了。也就是说在海上呢监控大陆的军舰，千万不能让他们越雷池一步。所谓的雷池呢，就是我们的24海里的这个近邻水域。其实大陆在一系列的环台演习中，从2022年的裴洛西来台之后的演习，到去年的这个联合利剑2023，到今年的联合利剑2024跟这个 2024B 其实大陆的舰艇一直在向内压缩台湾的防御的空间。也就是说，大陆的舰艇一直在对台湾的24海里线不断的这样一个进逼。那甚至于在裴洛西访台之后的这个环岛演习呢，大陆的军舰其实在东部多次的想要接近到我们24海里的这个近邻水域，而且甚至于很多照片你可以看到，它甚至于有可能，我是说强调有可能已经到了这个24海里线上。那但是呢，我们海军的这个舰艇基本上也是守土有责绝对不让大陆的这个军舰实质的跨进我们24到12海里这个近邻水域。那当然，除了我们刚刚讲到我们的海军之外，这一次由于大陆也派出了相当多的海巡舰，譬如说12000吨这种怪兽级的290号这个海警船。那当然，你说中国大陆的这个海警船跟我们台湾的海警船，为什么拢嘛是海警船，但是大小吨位差价你要嘴？因为很简单，中国大陆的海岸线非常长，而且中国大陆要进行巡弋的这个海域呢，他们现在讲究一个叫4海联动渤海、黄海、东海、南海，特别是南海。南海的这个范围非常的大那我们平常过去看这个中华民国全图的时候，觉得好像这个南海就是在地图一小角底下画了一个这个 U 型线，但实际上这个海域的这个大小大概差不多有1/3个中国大陆那么大，一点都不为过。
所以呢，中国大陆本身要在这样一个南海的这样一个 U 型线那它继承了我们中华民国南海11段线以后，改成了它的南海这个9段线。它要在这个9段线中进行巡弋，以及要遂行它的海上安全跟海上海警的这样一个角色跟任务的话，自然需要这种大型的这个海警船。为什么呢？因为以在南海这么大的水域来讲，它这种2901号型的这种海警船，它上面呢不但可以搭载这种特战的队员，另外它可以搭载武装直升机，以及呢相关配备类似像子母船这样配备这种小型的这个子船，然后在南海海域航行的时候，因应需要，然后甚至派出小船，然后派出这个特警部队呢，然后伴随着小船进行这样一系列的这个演训。这种对于这个中国大陆来说，它的确有其实际上的需要，因为它毕竟它海域大。那特别是我们的海巡来说的话，基本上台湾的海巡要顾好就是台海周边24海里的这样一个海岸线，还有包含像这个澎湖，还有包含像这个东沙，还有南沙的太平岛等等的周边的这个海域的这样一个巡弋任务。整体来讲，我们的海军活动的范围大概基本上是在台湾的防空识别区以内，甚至于像东都不太超过这个东经121度，也就是台日之间的这个防空识别区的这样一个边界线。那同样的，我们的海警活动的这个范围大致也是在我们刚刚讲到类似的这样的水域里面。那当然，如果说需要有跟他国海警互助的情况下，那我们的这个海巡的船舰会使出我们的防空识别区。像例如今年7月，我们海巡的新竹舰就曾经跟美国的海岸防卫队在夏威夷附近进行这样一个操演。以目前来讲，我们台湾的这个海巡舰的这个主力安平舰，其实它的建造的概念呢，就是依照我们海军的这个沱江级以及沱江级的改良型舰。以这个安平舰来讲，由于它本身是海巡舰，所以它上面其实并没有非常令人醒目的重型武装。因为你要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海巡虽然说我们把它号称是第2海军但是由于整体它平常它是进行这种所谓的海上警察或者是海上保安的这样一个任务，因此它上面其实并没有太大的这种大型火炮，它有装置这个火箭弹发射器。另外呢，它其实以主要的武装来讲，是以20公里的这个机炮为主。那另外，其实对于海巡来说的话，更重要的是它可能就要有这样水炮，也就是说，面对一些不守法的在海上的这些作奸犯科的人士，包含各种走私啦、盗捕盗猎啦、盗鱼啦这一系列的这样的作为呢，它不能一炮直接把它轰了，不能一枪直接把人家轰上西天去它可能要透过类似像水炮的方式，然后对对方呢加以压制，然后呢进行执法。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它的武器基本上它真正在使用的时候，通常是要先以这种非致命性的这个武器装备为优先。但是呢，由于我们现在海军本身的这个舰只数量相对来说，海军的规模就是如此，所以呢，海巡这几年它整个建设上面来说，是希望把它定位成这种所谓叫第2海军或是辅助海军的这样一个角色。也就是说，你看我们今天的这个安平级的这个巡防艇和原先海军沱江级来相比的话，它的这个配置非常的类似它也是穿浪型的这样的船。然后呢，它在船的上层结构的中央，其实也预留了装置反舰飞弹的空间。也就是说，如果当两岸之间非常的紧张，需要这个海巡舰搭配反舰飞弹，然后出海执行勤务那个甚至于对敌人的这个舰艇进行压制的时候，它可以迅速的在船的这个上层结构的中央已经预留的这个发射架的空间上，迅速的装上雄2反舰飞弹跟雄3反舰飞弹的发射箱跟飞弹装上去以后，它就可以成为辅助海军作战的这样一个舰艇了。所以其实以安平级来说，虽然说它目前生产的这个12艘，而且在2026年它就会完全的把这12艘通通交建，让我们的海巡使用之外，那如果说真的两岸之间的这个紧张态势不断的高升需要到海巡来担任海军的辅助舰艇的角色的时候，也可以在我们刚刚讲的这12艘的安平级那个巡护舰上面装上雄2跟雄3的反舰飞弹，让它成为一个非常具有威力的反舰的这样一个作战舰艇。其实不可否认的，现在应对大陆的这个舰艇，我们海军舰艇其实整体来说，在武装上也好或者说在配备上来讲的确和对岸的这个海军舰艇已经有一段差距了。譬如说，我们主力的这个既得级驱逐舰我们是4艘，也就是基隆级舰是跟美国购买的除役舰。虽然说不可否认的，这个船曾经是美国海军的驱逐舰在全面神盾化之前最后的而且是最佳的这样一个版本。它本身装有这个 SPS-481 的雷达，然后以及呢标准2型的这个防空飞弹，可以装到64枚的标准2型防空飞弹，每弹最大射程还可以达到100公里左右，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区域防空驱逐舰。但是不可否认的，由于它本身并没有平面阵列相位雷达，也就是它并没有神盾化，
因此呢，它其实在应对饱和空中攻击的能力上来说，能力大不如前。那我们海军把它留下来使用一个重要原因是，如果今天当对岸对台湾进行这样的军事攻击的时候，对岸的这个攻击的目标一定是先选择，例如像我们的高山上的这个雷达站台，乐山啦、松山啦，南部的这个大武山的这些雷达站台加以这个攻击跟压制以后，让我们的这个防空系统完全没有办法对空搜索。那这个时候，基德舰上的 SPS-48E 的这个雷达就可以在海上重新建立具备战场图像能力的战场图像，让我们的这个防空单位呢能够借此进行作战。但是我们刚刚也讲到，由于它现在本身它的这个能力已经没有神盾化，而反而你可以看到对岸的这个驱逐舰他们有包含像055、052D 加上过去的052C加总起来已经超过30艘了，而且现在还在陆续的这个建造中。那和我们的派里级巡防舰约略等同等级的这个054A呢，其实它的数量更多，所以在整体的水面作战舰艇的数量上面来讲，对岸其实已经是大幅的这个超越我们了。而且由于我们刚刚讲到052D 跟055的这个服役，让我们现在在海上的这个优势其实要维持住的话相当的这个吃力。所以呢，其实以我们海军来说，自制了具有神盾系统的平面相位阵列雷达的这个舰艇呢，镇海计划已经宣布这个停止。这个情况下，那我们海军现在能够有的资源，就是在现有的舰艇上去做性能提升。例如说，跟法国买的康定级巡防舰，这6艘巡防舰它的反潜跟反水面战力很强，但是它的防空实在非常的贫弱例如说，从交舰开始一直到现在为止，在第一艘船改出来之前那个还没有改的5艘，它防空唯一的这个防空飞弹呢，就是我们看到现在在影像上面B 炮位那4枚这个海纵数的这个防空飞弹我说真的，它本身在防空上来讲，实在是完全这个没有办法让人能够放心。我还记得1999年，就是民国88年的时候，国军在接收新一代兵力的时候，在这个海参馆外面的这个海域进行操演。当时呢，我们的康定级巡防舰就应对了这个战机所发射的这个照明弹，然后打了一颗海纵数飞上去但对不起，那颗飞弹就是没有击中目标。你看，连打一个固定的飘在空中的燃烧弹都打不到了，那更何况是战机呢？真是让人非常的担忧但是这么多年下来，我们的康定级巡防舰在防空上一直没有精进，一直到最近军方现在决定了要透过中科院自己开发成功的海剑2的这样一个飞弹，要把它装在我们的康定级巡防舰上，大幅的强化它的这样一个防空能力，让原先康定级基本上来说根本不具备的这个防空能力呢，至少能够成为有限能力的区域防空能力。虽然以射程来讲，海剑2它的这个射程大概20公里上下了，这至少在它本身具备雷达主动导引的能力下，它对这个敌方拦截能力会比现在康定级的防空能力要好上更多。其实很多我们海军的这个退役官兵也很担忧，就是以济阳级来讲。济阳级是什么？它是跟美国接收的这个诺克斯级的这个巡防舰，是美国海军大概在过去在1960年代大量建造，然后在1990年代大量除役的巡防舰。它原本最早是所谓的护卫驱逐舰，但是后来改为这个巡防舰。它的这个船本身其实它的反潜能力其实非常好，它有一个叫 SQS-26的一个水下的一个中低频的这样一个声呐，这个声呐其实对于侦测敌方的前舰效果非常非常的好。但是也不可否认，这个船本身呢，我们刚刚讲是1950年代末期大量建造的一款舰艇，所以呢560年代造的这个船呢，它本身而且还是当时用了这个第一代的所谓的高压蒸汽锅炉它们这个蒸汽的压力是每平方英寸1200 psi。那我们过去所使用的这种蒸汽锅炉的这个舰艇，大部分是600 psi， 它的蒸汽锅炉的这个压力大了1倍，但是也因此它的管线的这个维修更费力气。那我们海军之前已经接收了8艘成军，那之前汰除了2艘，近来好像要再汰除1到2艘。所以整体来说由于这个船虽然反潜性能非常好，但是也不可否认的岁月催舰老，因此呢还是需要把它汰除。那但能够汰除以后该怎么办？那现在这个海巡署当然也有这个计划，他们希望能够在建造这个1000吨级的这样一个巡护艇，未来希望能够在7年之内呢也能够帮海军跟海巡建造新的这样一个舰艇。那以海军来说，当然我们现在有一个2500吨级的轻型巡防舰的这个计划，现在已经开始在开工建造。这些船造出来之后，会对于海军的2级舰以及应对这种灰色地带的海上冲突，的确是有一些帮助的。但是也不可否认，如果真的要进到这个实战这样一个阶段的话，我们这种2000吨级的这个水面作战舰，应对到中共052D 甚至054A 这种舰艇的话，它的火力跟防护力基本上来说，也还是有一段需要让人努力的这样一个空间。
那当然，像这个海巡也希望那个台船帮他再造6艘3000吨级的这样的巡护舰。它主要的任务，我们刚刚就讲到，从台湾本岛到南海的这个太平岛之间以海巡舰来说，也要在这个海域具备一定的这个执法能力。因为如果未来两岸之间真的发生冲突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中共可能不见得直接使用军舰对我们进行封锁，它有可能在台湾的周边海域对我们进行所谓的叫做框艇，也就是隔离。什么叫隔离呢？也就是说，它确定了你这个船只的这个航向跟目的地以后，他可能专挑去台湾的船来做这个海上临检跟扣押。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也就要反临检跟反扣押的这样一个能力让我们的海巡舰可能在离台湾本岛比较远的，例如像这个南海上去保护我们的，例如像珍贵的这个瓦斯船，因为台湾的这个液化石油气都要从中东船运输入嘛。那但是一旦你说一个月少个1、2艘那个进不来的话，那对于台湾的整个民心跟民生的都会产生巨大的这个影响，甚至于连我们的发电都会受到影响。但是从中共的角度来说，它可能可以透过海上隔离的方式，然后专门挑我们的船进行这个临检跟扣押。那同样的，我们也要在海上对它有这个反临检跟反扣押的实力，这也是海巡它需要这种造3000吨级的这个海巡舰这个重要原因了。海防舰主要是用在离台湾更远的南海能够护卫我们的海上的这个商船或者是重要战略物资运进台湾的这些船艇它这个防卫之所需。那未来海军的这个2000吨级或1000吨级的这种巡护舰呢，它未来最重要的这个角色呢，就是在台湾周边海域去做什么呢？应对大陆数量相当庞大的这个围台巡弋的这个舰队。像我们现在在录节目的这个当下，中国大陆在台湾的这个周边海上4个点，基隆港外海、苏澳港外海、绿岛兰屿附近的这个海域，还有呢包含在这个左高外海它都有类似像哨兵站哨海上的这样一个舰艇，而且来的船都不小可能是像052D 或是054A 这种等级的这个舰艇对台湾周边进行严密的监控。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就需要这种1000吨或2000吨的这个舰艇在海上对它这个监控进行我们的监视，也就是说，我们要随时预防大陆的这个舰艇可能会对台湾的这个本岛航向直接冲过来，对我们的航运等等构成一些威胁的之前呢，就要时刻的要盯住它的这样一个动态。因为以现在来说，如果我们要让这些珍贵的主战舰艇不停的在海上监控我们刚刚讲这4个哨点大陆的这个海上舰艇的话，那实际上来说会让我们的海军舰艇其实可以说是疲于奔命甚至于严重耗损。这其实呢，对于我们海军来说是今天之所以需要这些2000吨1000吨，或是海巡需要这种3000吨巡护舰非常重要的原因。我们的 iSmart 施孝瑋的军武大官，为了要能够更大的服务我们的观众朋友，我们在 LINE 社群里面也成立了一个 iSmart 施孝瑋的军武大官。OK， 你加入我们这个群组以后呢，就可以得到军事的第一手的这个资讯分析也谢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订阅、按赞、分享、开小铃铛，谢谢大家。